早就听说江家姑娘生得好模样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假。都读过些什么书？回夫人，读过《女诫》《内训》，也会背些诗词。小女粗笨，让夫人见笑了。我也不绕弯子了。我儿子沈确22了还不肯娶妻，最近竟然闹着想去当和尚。听说你家姑娘才貌双全，我想替她求娶。沈家是豪门大族，我们做生意的怕是高攀不上。若是江姑娘愿意嫁，沈家会全力帮你们脱了商籍，换个官身。夫人，沈公子自己愿意娶吗？他还不知道，但婚姻大事父母说了算。我沈家这偌大的家业，也需要一个蕙质兰心、懂得打理产业的儿媳。如果能帮家里挣个前程，我愿意嫁。好孩子。你就是我娘找来的那个江南女人。江南见过公子，长得是不错，可惜了，我没心思成亲。你早点收拾东西回江南吧，别在这浪费时间。既然定了亲，我就是公子的人了，我会对公子好的。随你便，别来烦我就行。江小姐别往心里去，公子对谁都这样，冷冰冰的。不曾听闻他有红颜知己或是心上人，既如此，他的心，我总有捂热的时候。大清早站在这儿干什么？听说公子早上总不吃饭，这样伤胃。这是江南的桂花糕，我亲手做的，公子尝尝。不用。我寅时就起来准备了。放那儿吧。好。倒是有2分手艺。小姐，公子染了风寒，烧得厉害，可就是不喝药。我去看看。公子，该喝药了。放外面。病了不能任性。谁让你进来的？不是让你放外面。不烫了，喝吧，公子要听话。已经喝了，你可以出去了。公子，雨大了，回屋吧。你自己打着就行。伞大，能遮2个人。你总是这样自作主张。我只对公子这样。公子小心！谁让你多事？沈府侍卫就在员外，1块石头而已，我自有办法避开。方才情况危急，我来不及想那么多。公子，扶他去上药。我只是怕你受伤。我早就说过，不想娶妻，也不需要任何人关心。今日之事是你自己冲动，往后不必再做这种多余的事，也不必再找借口靠近我。送他回房，请大夫。怎么够不着？公子怎么？听见动静，顺道送药。多谢公子，我自己来就好。
上药够不着，为何不找人帮忙？小莲呢？这点小事，不想麻烦别人。我来。公子，疼。药凉。公子在看我。没有。公子耳朵都红了。药涂好了，我走了。下次记得找小莲。若受伤能换来公子这样的关心，那这伤也算值了。江姑娘未免太高看自己。不知是谁方才看的眼睛都移不开，口是心非。我早说过不会喜欢你，今日送药不过是看在母亲面上，莫要自作多情。你眼下不喜欢我也没关系的，我们还有时间，总能让你对我满意的。哼，怎么可能呢，江南？1年前我就见过你了。什么？我本来还有一位庶出的兄长的，1年前他去江南打理一部分产业，在那里救了一位落水的姑娘，因此落下后遗症，心肺受损。我去接他回京时，带着他去找过你。我这身子怕是没几天活头了，没办法让他知道我喜欢他了。你带我去见他最后一面吧，偷偷的，别让他看见。你都这样了，你不怪他？陷入情爱的人，是不是都这般不可理喻？杨柳岸旁，我带他去赴约了，只是没让你看见罢了。沈公子竟然是你哥，难怪我怎么都找不到他。那他现在在哪儿？沈家别院的祠堂。你确实欠他3炷清香，但你须记得，你我之间隔着他对你的喜欢和他的一条命。所以公子才如此排斥于我。我从前并不知晓沈大公子的心意，但我仍很感激他的救命之恩。公子既与他感情深厚，我便更应该留下来，将他给予的恩情报答给公子和沈家。执迷不悟。雀儿，男儿那伤，他自己莽撞。我看得清楚，他是为护你。我也很喜欢这孩子，你就真的一点不动容？母亲，您还记得姐姐是怎么没的吗？阿莹，姐姐原也是那般温柔善良的女子，可她入宫后根本招架不住后宫里那些女人的栽赃陷害和算计。她死时手里还攥着要给娘绣的寿字帕，虽然太医说是急症，可您我都知道是有人在她药里动了手脚。沈家主母的位置，多少双眼睛盯着。女人间的争斗太脏太狠，留在沈家不如从一开始就断了念想。所以你冷着他，推开他，想让他死心回江南。母亲不必多说，我无意再拉人入这浑水，这辈子我并不打算娶妻。你了解过他吗？母亲何意？男儿是江南首富独女，自小聪慧过人，是被江家当作继承人悉心栽培的。他身负经商参政之才，是最适合站在你身边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有了他和江家的辅助，那沈家会不会变得更加稳固？你以后说不定有更大的能力去保护你身边所有在乎的人。这种假设的事情，为何要用来徒增烦恼？不用娶妻，少些顾虑岂不是更好？小姐，明日上元灯会，您可要好好打扮。公子去吗？老夫人让公子带您一起去呢。奴婢听说上元夜戴上面具，真容不露，全凭演员心意。小姐这般气度，定能迷晕公子。他若不喜欢我，岂会因这面具而动心？明日上元，你必须给哀家出门。母妃，儿臣尚有政务。政务，你都28了，整日待在府里，媳妇能从天上掉下来？听说呀，上元夜戴面具一些后，是月老最灵验的法子。这些民间传说，哀家不管。崔管家，明日你就是押，也要把他给我押出去。是娘娘。荒唐！哎呀，王爷，来都来了，戴上面具逛逛吧。太妃娘娘说了，今日您不遇见个姑娘，不许回府。
公子，那边有猜灯谜的。勿去。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，星如雨。打一物。烟火。公子猜中了灯谜，这盏莲花灯给这位姑娘。公子，他怎么来这儿了？公子在看什么？你在此等我。那我……别乱走，我去就回。哎，对面那姑娘好像等了很久了。2个时辰03刻。主子您记这么清楚？他身旁穿蓝锦袍的男子，2刻钟前就从西街口走了，由此不难推断。哎呀，不好，有人流涌过去了，小姑娘有点危险啊！姑娘当心。可有受伤？没事，多谢公子。举手之劳。灯会结束了，姑娘还是早些归家。他说去就回的，这都子时了，他应当不会再来了。哎，主子，要一直跟着这姑娘吗？咱们该回府了，太妃娘娘还等着。跟着。啊？深夜独行，她一个女子不安全。王爷，您该不会是看上人家姑娘了吧？老奴瞧着这姑娘品性不错，等这么久不吵不闹，性子沉静。哼哼，太妃娘娘这回怕是真有戏。她已安全，回府吧。好嘞。母亲，我想去寒山寺祈福，让江南跟我一起去。好，好，好，男儿，快去准备。公子真的让我一起去？收拾一下，明天一早出发。雀儿，你总算开窍了。母亲想多了，只是去祈福而已。沈哥哥，你来啦。月瑶，今天好些了吗？我带了你爱吃的杏仁酥。好多了。那位姐姐是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位姑娘是？我叫林月瑶，身子不好，在这里养病。姐姐是沈雀哥哥的。你不用知道。原来公子主动带我出来，是为了见林姑娘。与你无关。沈雀哥哥别凶嘛，姐姐肯定是误会了。姐姐别生气，我和沈雀哥哥从小认识，他看我身子弱，可怜我，才常来看看，没别的意思。月瑶，不用跟他解释。我想明白了，你说不想成亲，是在等他；你说要来寺庙祈福，是为了来见他。我今早还高兴的睡不着觉，以为你终于看见我的好了。姐姐这话说的，沈雀哥哥又不是故意的。你闭嘴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沈雀，我问你，你让我一起来，是不是早就打算好让我当个皇子，好让你娘不起疑？是。好，好得很。既然知道了，你现在可以回去了。你让我一个人走回去？这不是你自找的吗？谁让你要跟过来的？我跟过来？沈雀，我今天就把话说明白。我堂堂江家大小姐，
在江南也是被人捧着的。这几个月，我掏心掏肺对你好，可到了你这儿，竟连个丫鬟都不如。你什么你？你天天摆着张冷脸给谁看？是我江家是商贾出身，比不上你沈家国戚皇商高门大户，但我好歹也是江南首富的独女，头顶江南第一美女的头衔。喜欢姑奶奶的人能从江南排到京都，用得着你来嫌弃我？沈雀哥哥，他怎么这样讲话？江南，你闭嘴！我偏要说，沈雀，你以为你多了不起？整天端着个架子，好像全天下女人都该围着你转。明明心里有人，藏着掖着，还要装模作样跟别人定亲。明明想见心上人，还要拉个无辜的人当幌子。你就是无耻！要不是为了我爹娘和沈大公子的恩情，我早就不伺候了。你这泼妇！对，我就是泼妇。沈雀，你听好了，这门亲事我不结了，你们沈家的门我不进了。好，这是你说的。从今往后，你别想再踏进我沈家大门半步。我还不稀罕呢，你们家破规矩一堆，吃饭不能说话，走路不能出声，笑都不能大声笑。我拿着我的嫁妆去江南逍遥快活，多找几个俊俏小哥哥陪着，不比在你这儿受气强。你不知廉耻！对了，告诉沈夫人，谢谢她这些日子的照顾。还有，你身旁这个花架子就是个败家的，以后你家家宅不兴，后宅不宁，可就要靠他了。我祝福你俩互相折磨到白头。江姑娘，你说话怎么如此恶毒？你怎敢？哼，晦气！沈雀哥哥，别气了。这辈子别再让我看见他！骂得真痛快，早就该骂了。什么沈家少奶奶，都是狗屁！王爷，撞到人了！怎么回事？雨太大没看清，这姑娘突然从路边出来。回府。是。醒了。这气度，这穿着，竟是京城哪位贵公子？是公子救了我。我的马车撞了你，自然该负责。主子，大夫说这位姑娘需要静养。这府邸如此豪华，主人身份定然不凡。我现在回去，岂不是让沈雀那混蛋笑话？不如先在这住下。公子，您的马车差点把我撞死了。所以，您撞了我，我脑袋现在疼得很，浑身都不舒服。现在这状况也回不了家，您是不是该负责到底？你想让我怎么负责？让我在这儿住下，养好身子，等我全好了，自然就走。不然我要是落下什么病根，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儿。你倒是不客气。是公子的马车撞了我呀。再说，我现在也无处可去。无处可去。总之，您得收留我。安排他住下，叫大夫每日来诊脉。是，主子，老奴这就去安排。主子，这位姑娘倒是个爽利性子，胆子不小，敢跟本王讨价还价。老奴觉得挺好。这些年，多少名门闺秀想接近您，哪个不是扭扭捏捏、装腔作势？这位姑娘倒是坦率。你想说什么？主子，太妃娘娘上月还问起您的婚事，您看这姑娘多事。老奴是看主子刚才笑了。您这些年一心扑在朝政上，对哪个女子正眼看过呀？刚才您对着这姑娘，分明是笑了。主子，缘分这事儿难说。她伤好了就送走？那可不一定，万一伤好的慢呢？公子今日得闲。伤好些了？就是肩膀还疼。公子家的厨子手艺真好，这几日我都吃胖了。你倒是自在。不然呢，愁眉苦脸，伤也好得慢。对了，
我还不知公子尊姓大名。姓赵。赵公子，我叫江南。你准备何时回去？你要赶我走？你不想负责了？你出来好几日了，有家人担心你吧？或者是否需要通传？我家人远在江南，我本是来京城嫁人的，现在不打算嫁了，所以暂时无处可去。为何不嫁了？那人瞎了。哟，主子难得笑呢。哎呀，这石凳怎么不稳呢？哎，我小心。老奴去换壶茶。公子在忙，字真好。你会写字？会一点。对不起，墨汁溅你身上了。无妨，擦不掉了。别擦了。哎呀，老奴什么都没看见。他身上淡淡的沉香气，好好闻啊。公子，走路要看路。我没注意。哎呀，公子，江姑娘，夫人送了些江南点心，老奴摆在花厅了。知道了。姑娘也去尝尝，都是您家乡风味。江南，我来接你回去。你怎么找来了？沈公子是不是忘记自己说过什么话了？我不跟你走。那是气话，你是我未婚妻，逗留在别人家里这么多天，成何体统？早不是了，我在寺庙说得很清楚。江姑娘是我的客人，她若是不想跟你走，你不可勉强于她。齐王殿下，她是我未婚妻。齐王，原来他就是那个传闻中的齐王。强人所难，不好吧？请自重。沈雀，你要我说多少遍？我不嫁你了，你走。不敢，告辞。你是齐王？为何不说？你没问。我还以为你只是个贵公子。现在知道了，怕吗？不怕，只是我该走了。为何？您是齐王，草民哪敢高攀？我住这儿不合适。本王说合适就合适。尚没好权，不许走。是啊，姑娘，您要是走了，主子又该整日待在书房，饭都不好好吃了。胡说八道什么？要你多嘴。姑娘就当可怜可怜老奴，多住些日子吧。真的可以？真的想好了，不嫁他了？想得很清楚。也好。夫人，您怎么来了？南儿，跟我回去吧，雀儿她知道错了。夫人，我和公子已经说清楚了，我不想强求一个心里有别人的人。都是误会，他是在乎你的。你走后，他整日心神不宁。他听说你在这儿，连外袍都没穿好，就冲出去了。南儿，回来吧。夫人，这不重要了。南儿，你听我说。不好意思，夫人，我的真心被磨没了，现在不稀罕他了。我打算给王爷做妾。你说什么？夫人没听错，您还是请回吧。王爷，是老身打扰了。
那个王爷，你要给本王做妾？我只是为了让沈夫人知难而退，拿本王当挡箭牌？不是故意要坏王爷名节。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呀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成了，我这就去禀报太妃娘娘。天哪，我干了什么？完了！王爷，老奴已派人去禀报太妃了，娘娘一定高兴。都是。去吧。王爷亲启，这些日子多谢王爷收留照顾，江南感激不尽，不告而别，还请见谅。这段相遇就如一场梦，如今梦醒，也该各自归位。此后山高水长，愿王爷珍重，江南留。一场梦，各不相干。成儿，母妃来看儿媳了，快让我瞧瞧。神呢？我儿媳呢？走了。走了？走去哪儿了？回江南了。你这个没出息的，连个小姑娘都留不住。他不喜欢我，我留他做什么？他不喜欢你，你就不会勾引他呀？我儿人中龙凤，仪表堂堂，比南风馆的头牌伶人还俊俏3分，还怕拿不下一个小姑娘？有这么夸自己儿子的吗？母妃，您胡说什么？我胡说？你就该在他面前把上衣一脱，让他看看你这些年练出来的8块腹肌，我看哪个姑娘能扛得住。娘娘，这……你咳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你就是太端着，学学人家南风馆的伶人，该笑就笑，该撩就撩。母妃，您越说越离谱了。行了，不跟你开玩笑了，还不快去追？一个姑娘家独自回江南多危险，万一遇到劫匪……哎，记得用美男计。哼，这小子总算是开窍了。不是要做齐王的妾吗？怎么在这儿遇匪？与沈公子无关。江南，我刚从飞图手上救了你，你就不能好好说话？好不了。你手腕受伤了，别动，我给你包扎一下。沈公子可以走了。我母亲病了，夫人她……整天念叨你，烦得很。就回去看看她，她待你不薄。好，我去看望夫人，但我现在的身份不是你未婚妻了，你得跟我保持距离，不要靠近我。谁稀罕你？披上，别着凉了，又赖在别人家里不走。快点，还不跟上？磨蹭什么？男儿，
你终于肯回来了。听闻您病了，现在感觉如何？我什么时候？哎呦，好难受，整日吃不好，睡不好。大夫说要保持心情愉悦才行。那我扶您回去休息。好孩子，回来就好。雀儿这些日子可担心你了。我没有。他听说你离开了齐王府后，什么都顾不上，就赶去追你了。我是怕他在外面丢沈家的脸。我去看看药熬好了没。这孩子口是心非。怎么，沈妹追回来？他回沈府了。那你就这么放弃了？我看见他和沈雀在一起，他选择回去了。就算是真的，那又如何？他们成亲了吗？拜堂了吗？母妃，没成亲，那就还有机会。我告诉你，沈夫人是我表妹，我这就找个借口带你去沈府上住上10天半个月的。什么？我多年未见表妹，想念的紧，要去她府上小住。你作为儿子，自然是要陪同的。儿子，这可是近水楼台的好机会，你给我加把劲儿。该献殷勤就献殷勤，该使美男计就使美男计。母妃，您说话能正经点吗？正经点儿，我还能找着儿媳妇吗？别让我失望。男儿要是真的成了别人家的，我跟你没完。王爷到底想怎样？想要江南。她是我未婚妻。曾经是。我会对她好。怎么好？继续冷着脸，继续口是心非，继续让她猜你的心思。沈雀，你配不上她。你，我能给她明目张胆的偏爱，给她不用猜测的真心，你能给吗？我改。来不及了。鱼是撒太多了。王爷，您怎么来沈府了？哦，忘了告诉你，沈夫人是我母亲娘家的表妹，过来小住几日。这样啊，上次在王府看你和沈雀那样生疏，竟不知你们之间还有这样的关系。忙于政务，甚少来往，确实生疏。你这是打算留在沈府了？不是的，之前承蒙沈夫人照顾，如今她病了，我还是陪她些日子再走。所以你不是因为沈雀才回来的？才不是呢。甚好。什么？今夜我有话与你说，你在清风后院等我。好。你看，你看，我就说成儿有戏。可雀儿她……年轻人嘛，公平竞争，咱们就看看男儿选谁。表姐，这一看就不公平啊！男儿在我家，这不该是雀儿争取的好机会吗？您这倒好，直接带着儿子杀上门来了。活该！谁让他之前对男儿那样？这不正好给别人创造了机会吗？我昨儿还看见你儿子绷着一张脸，跟谁欠了他258万两银票似的，跑去给男儿送吃食，还嘴硬，说是什么厨房做多了。我就说呀，这追女孩子就得好好追，别扭啥呢？这是。唉，这孩子随他爹闷。
还有，我昨儿看见成儿教男儿下棋，两人靠得可近了，可你那儿子就在远处盯着，脸黑得跟锅底似的，就是不肯过去。唉，雀儿可怎么办？这孩子认死理，怕是再难看上别的姑娘了。夜深了，还未歇息。夜色正好。有些话，今日若再不说，怕是永无机会。公子想说什么？那日在寒山寺，我撒了谎。事到如今，真假已不重要。重要。于你或许不重要，于我很重要。林月瑶确是我表妹，自幼体弱，寄居寺中调养。那日种种，皆是我刻意为之。刻意？是。我让她佯装与我亲近，让你看见，让你死心。为何？因为我怕。我自幼被教导克己复礼，喜怒不形于色。可你让我方寸大乱。一开始因为大哥之事，我对你心有芥蒂。再则，沈家的地位依附于皇家，沈家主母的位置并不安稳。我怕自己越来越在意你送来的每一盏茶，怕记住你袖帕上的每一针纹理，怕习惯深夜推门时看见你站在廊下等我的身影。所以你用最伤人的方式推开我。是。我以为只要让你走，一切便能回到正轨。可我错了。可你多次丢下我。我从未想过真把你丢下。每回去追你时，发现你已不见踪影。上元节那次事，寒山寺那次异事，你现在说这些，又有何意义？没有意义，只是不想你一直误会。我从未喜欢过旁人，这20余年，唯一让我方寸大乱，让我不知所措，让我深夜辗转反侧的，只有你。江南，你怨我也好，恨我也罢，但请你知晓，寒山寺中那些冷语，句句皆违心，而此刻所言，句句出肺腑。沈雀，太迟了。我知道了。久等了，王爷这衣襟似乎长得太开了些吧？王爷不是有话想与我说，请讲。这是母妃给的。她说，当遇到真心想共度一生之人，便交予他。看到了，这线条不对，我在想什么？要专心听王爷说话。本王自幼在宫中长大，见过太多言不由衷，所以本王不会说漂亮话，所说皆是内心真实所感。这些日子，本王时常想起你在王府廊下绣竹叶的模样，眉头微蹙，针脚却稳。想起你煮茶时，总先试水温。本王年少掌权，身边从不缺屈服之人，唯有你，非曾因我逝世而改变分毫。他说的真认真，可这衣裳到底……专心！王爷不可！王爷这衣襟怎么好像长得更开了？本王不善风月自张，
我能给你的，是一生仅此一人的正气之位，是只要我在，便无人可欺你的底气。王爷，先起来。你不必此刻答应，我与你时日思量，无论你作何选择，我皆尊重。他应当看到了吧？爷，他绝对是故意的吧？伯父伯母，晚辈沈确，今日恳请二位将男儿许配于我。这是沈家准备的聘礼礼单，以及我沈确此生为他一人的承诺。男儿，这终身大事吗？愣着做什么？快说话呀！本王说过，尊重你的选择。爹娘，女儿已有决断，我选王爷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他权势更盛，能给你更多。沈确，你到现在还是不懂，我选王爷不是因为他位高权重，而是因为他从未在大庭广众之下逼我做选择。他给我的是思考的余地，是尊重的体面。而你今日当众提亲，可曾私下问过我一句，你可愿意？还是你觉得只要摆出聘礼，当着我父母的面，我就应该听从父母之命，应下这门婚事？更重要的是，王爷从未将我的真心放在地上践踏，而你，沈确，你在寒山寺那样待我时，我们就已不再是同路。原来是这样，是晚辈僭越了。这孩子，唉，是他没福分。刚才男儿说选我的话，可还作数？本王聘礼已备，你若愿嫁我，我立马向你爹娘提亲。我愿意。这合卺酒，似乎是夫人唇上沾染的那一滴更香。那日王爷故意穿的那件松领劲装，是太妃娘娘教的美男计吧？那是否有吸引到夫人？快别说了，我那眼珠子都快背叛我了。竟真的有用。若我那日真回了江南，王爷当如何？那就追去江南。江南首富之女，本王以漕运合作之名登门，总能见你。王爷连这都想好了？从决定不放你那刻起，所有可能，本王都想过对策。那多谢王爷厚爱。该改口了，夫人。夫君，夫君，在想什么？再想一些早该告诉你的事。怎么了？其实那日寒山寺的山道上，掀开车帘，第一眼看见你，我便认出你就是上元节灯会戴面具的那位姑娘。当时你躺在泥泞里，脸色苍白，发髻微乱，可即便那般狼狈，夫人这江南第一美人，当时也让本王
初见惊鸿。原来在灯会默默守着我的人是王爷，王爷这是见色起意。是，所以那时明知你是沈阙未婚妻，却仍将你带回王府。可我出入王府时，王爷分明一副冷冰冰的模样。因为我怕。怕什么？怕太热情会吓跑你。你刚被沈阙所伤，像只受惊的雀。我若流露出半分觊觎，你定会逃得更远。所以那些日子，你刻意保持距离。我告诉自己，待你伤好便送你走。可你留下后，我却一日比一日贪心。贪心什么？贪心看你绣花时蹙眉，贪心听你煮茶时哼江南小调，贪心你递来点心时指尖的温度。后来才明白，初见是见色起意，相处后却是情难自禁。王爷可知我何时动的心？何时？是那日书房，你教我下棋，错把我的甜茶喝了。明明不喜甜，却面不改色喝完一整杯。你……那时我就想，这个冷面王爷原来也会偷偷迁就人。原来破绽在那杯茶。夫人观察入微，为夫日后怕是藏不住什么秘密了。那便不要藏。又搂搂抱抱。不过哀家就爱看这个。雀儿，这2年你也接手了家族部分生意，常忙于往来江南塞北，你何时有空见见那李尚书家的姑娘？母亲，儿子志不在此。曾悟江南春，不悔当年情。孤舟蓑笠客，风雪任平生。沈兄这幅字挂了有好几年了吧？何苦继续执着？非是苦守，只是见过最好的，便不想再将就。